摄政王战死边关后，皇上下旨让侯府嫡女去结姻亲。消息传来后，嫡姐跪求我替嫁。月河，你知道我从小便怕死，结姻亲这种事还是你去吧。我冷着脸一脚踢开他。嫡姐还是认命吧，圣旨指明了要侯府嫡女，我一个庶女嫁过去，那是欺君之罪。未婚夫婿萧景川忽然一脚踹开房门。月宁身为嫡女，从小就是享福的命，怎么能去嫁给死人？你先嫁过去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来。我正错愕，母亲便拉着父亲破门而入。家族长老已经到了，现在便进行立嫡仪式。明日这死人你不嫁也得嫁。父亲也皱眉叹气道：月河，你一个庶女能成为王妃是莫大的荣耀，你小娘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我泪盈于睫，看着眼前偏心至极的三人，心痛到说不出一个字。末了，我缓缓道：不就是死人吗？我嫁便是了。见我同意替嫁后，沈月宁才收起了眼泪，脸庞挂上一抹假笑。妹妹想开便好，其实哪怕你不愿，你也说的不作数。父亲母亲也狂喜难抑，恨不得赶紧抬轿子给我扔到王府里。只有萧景川注意到了我眼里闪烁的泪，走上前攥着我的手腕道：月河，你向来性子沉稳，到时候见到了死人一定不会慌乱。可是月宁不一样，她胆子小，怕失了分寸，没准见到死人就被活活吓出病了。你放心，你和王爷合葬后，我一定会去墓地里把你救出来。母亲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眼里带着计谋得逞的得意，语气却带着虚伪的心疼。等景川给你救出来，我就在京都外给你安排个宅子，你就在那里好好生活。我虽然不是你亲娘，可也把你当亲生女儿般看待，定不会亏了你。我嗤鼻一笑，用力拍开了他搭在我肩膀上的手。别虚情假意的了，我都快死了，你还演什么？父亲听后赫然而怒：你怎么对你母亲说话的？景川不是说了会想办法救你出来吗？你且等着便好。我笑笑，无奈地摇着头。你当真觉得我能活？万一我不是活着进棺椁，你们又如何能救我？萧景川在一旁深深叹了口气：没办法了，月河，我们只能搏一搏。或者你到时候求求王府的人，让你活着进棺椁。他一语作罢，我就被父亲硬生生拉进了祖宗祠堂。看到眼前的祖母，我不禁泪眼朦胧，一下子就扑了上去。祖母，救我！我不想嫁到王府。你不嫁谁嫁？难不成叫你嫡姐嫁给死人？你嫡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以后定然有更好的选择，能为家族争取更多利益。而你有什么用？侯府供你吃喝，从未苛待过你，如今你也该为侯府做些什么了。我满眼不可置信地盯着眼前曾经疼我入骨的祖母，心脏像是被人大卸8块般疼痛不已。整个侯府除了小娘，待我好一些的人便是祖母。祖母会注意到我手上细小的伤口，让身边的仆妇给我送来金疮药。祖母会记得我的生辰日，在我生辰当天给我准备满桌的糕点，为我庆生。祖母会……腿间一闷棍打断了我的思绪，耳边传来祖母严厉的声音：跪在祠堂前面对列祖列宗，现在就进行立嫡仪式。其他家族长老也一言一语道：月河啊，你何必这样不情不愿呢？放眼整个朝代，哪有庶女能嫁给王爷做平妻的？正常人家的女儿到死都没这个福气呢。此言在理。自古秦晋之好都讲究门当户对，现今让你嫁给王爷，是你今生修来的福分。福分？我含泪一笑：这福分给你，你可要？你三叔婆是你长辈，你如何说话的？回头质问祖母：您不是最疼我了吗？为何现今要将我送进虎口？您明知道我去了必死。祖母不语，我却在她的眼里看到了意味不明的深意。她开口道：废话少说，仪式进行完，我还要去休息呢，没时间陪你浪费。我像是行尸走肉般，在各家族长老面前进行了立嫡仪式。随后，我被他们无情锁死在闺房里。沈月宁隔着一层门对我轻笑道：别怪我们把你关起来，主要是怕你跑了。
万一你跑了去结姻亲的，不就变成我了？妹妹，你放心，等你上了黄泉路，我定会多给你烧一些纸钱，不会让你在阴间受了委屈。我顺起桌上的首饰盒，朝门上砸去，窗户纸破了个大洞。沈月宁，收起你的虚情假意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鬼？门外的他笑得前仰后合。妹妹，别傻了，这个世上哪里会有鬼啊？你还妄想做鬼呢？还是做梦去吧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眼泪却半颗都流不出。门外忽然又出现一个身影，隔着窗户纸，我清晰看着他紧紧把沈月宁搂在怀里。月宁，你不会有事了，别怕。是萧景川的声音，很温柔。破损的窗户纸带进来一阵寒风，冷得我瑟瑟发抖。早就被伤碎了的心，现在被吹得东一块西一块。下一秒，萧景川用带着歉意的声音对我道：月河，你知道的，5年前我便心悦你嫡姐，后来你送我定情信物，也是你嫡姐撺掇我同意。你嫡姐言你是个好性子，也待我十分真心。我本想着可以同你日久生情，移情别恋，可现在我才看清自己的内心，我还是没能放下你嫡姐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墓地里救你的，前提是你一定要让自己活着进棺椁。父亲、嫡姐、祖母、心爱之人，现在全部想要送我去死，一颗心彻底被碾成碎渣，失去了所有生的希望。我朝着门外大喊：沈月宁，你听着，我有的是办法不去结姻亲，最终结亲的人只会是你自己。闻声后，沈月宁在门外神笑起来。妹妹，你以为自己能隔空消失吗？就算你能破门而出，可你这门外10几个小厮，还对付不了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。我看着地上打伞的首饰盒，拿起一只发簪，闭上眼无力一笑。不对！萧景川一阵急吼，赶忙将门锁打开。我正扬在半空中的手被他死死抓住。你疯了吗？沈月河，这么迫不及待去死！沈月宁挥起衣袖，朝我脸上就是一巴掌。我怎么没想过你这么歹毒，宁愿去死，也要拉着我一起死！快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，省得他找死！他慌乱吩咐到门口小厮，我的手脚被他们捆住，丝毫动弹不得。沈月宁这才露出笑意：想死的话，你就嫁过去死，别在侯府找不痛快。翌日一早，房门被打开，我被刺眼的日光闪醒。沈月宁给我扔过来一个红色喜服，把我手脚的绳子解开。赶紧换上喜服，摄政王的喜轿到了，收拾收拾启程了。我手脚一阵酸痛，脖梗也因为僵持坐了一天而麻木。沈月宁见我不做反应，一脚踢在我胸口。你愣着干什么？误了吉时你担待得起吗？赶紧给我起来更衣！从昨日开始，我便始终没进一口时，被他这么一踢，我眼前瞬间陷入一片黑暗，旋即我便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是在喜堂里，我穿着一身大红色喜服，躺在铺满了花生和桂圆的床榻上。一个王府丫鬟忽然笑盈盈地推开了房门，手里还端着一壶酒。她朝我缓步走过来，我下意识向后缩了缩。她见状轻笑道：王妃莫怕，方才见你身子冷，这才端来了一壶酒给您暖身子。说着，她就给我倒了一杯酒，朝我递了过来。看着眼前的酒杯，我不禁想起了萧景川对我的承诺，既然都是死，我不如也搏一搏生的希望。万一他真的能来救我，我去京都外生活一辈子也未必不可。我伸出手，把酒推了回去。能否不喝毒酒？叫我活着进棺椁。丫鬟眉头一皱：王妃，你想什么呢？不可能的事儿啊！再者说，这不是毒酒，只是给您暖身子的。我摇摇头，表示不信。既然不是毒酒，那你先喝一杯。他扭捏道：这酒我可喝不得，太妃可吩咐了，必须看着你喝下去。摄政王的母亲赵太妃是出了名的说一不二，她想让我死着进棺椁，那我必定不会活着进去。既然是她的吩咐，那我便不得不遵从了。我只好颤抖着接过酒杯，咬下牙一饮而尽。见我饮了酒，丫鬟咧嘴一笑：王妃稍作小憩，我家王爷马上就到。话音落地，她就俯身退了下去。窗外吹进一阵风，熄灭了屋里的烛火。我吓得身子一震，却没有感受到丝毫冷意。周围的空气很安静，能清晰地听见我不均匀的呼吸声。下一秒，房间内忽然烛火通明，
还散发着阵阵好闻的香气。我的身子莫名开始燥热起来，恨不得褪去所有外衣。也许是毒效要发作了吧。月河，10年了，你可还记得我吗？以这种方式娶了你，还望你莫怪我。背后传来一阵磁性低沉的声音，好听至极。我回过头，对上了一双朗目舒眉的眼，一张脸好看到窒息。他3步并2步朝我走来，冰凉的鼻尖贴近我脸颊，我心中像小鹿乱撞般跳动不止。他搂紧我的腰肢，在我耳边温声道：你刚才喝的不是毒酒，是媚酒。他一手环抱起我的腰肢，将我轻轻放在了红色的喜床上。是我死前出现了幻觉，还是摄政王你压根没死？他宠溺地抚摸着我的头。我没死，我假死只是为了娶你。我们先行访视好不好？10年前，皇上带头上山祈福，下山时，你遇见了一个迷路的男童。那男童当时还受了伤，走不动路，是你用自己弱小的身体把他背下了山，他这才能及时处理伤口，没有感染。那个男童便是我。我恍然大悟，这才想起了当年的一切。王爷竟然记得这样清楚，我基本已经忘却了这件事。他温柔地搂过我的肩膀。救命之恩怎会轻忘，定是要以身相许。忽然丫鬟前来通报：王爷、王妃、侯府老夫人前来拜访。我祖母？我表情一僵，想起了那日祖母的逼迫。王爷，我不想见，你去吧。霍锦年笑笑站起身，吩咐丫鬟：给王妃梳洗，带来钱塘。既是王爷吩咐，便不得不从。梳洗过后，我来到了钱塘。本不想与祖母多言，可她却走过来握住我的手，笑道：月河，你莫要怪祖母，那日祖母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能成今日之事。那日可打疼你了。我回过神来，看着霍锦年勾笑的唇角，这才豁然开朗。原来祖母你早就知道王爷是假死。祖母这才坐下来，与我娓娓道来：王爷得胜还朝后，皇上要给他赏赐，可他的赏赐却是和你这个侯府庶女成婚，皇上定然不愿意，便回绝了。可这立嫡之事向来由家族做主，哪怕是皇上也不得插手。于是王爷便想了个假死的主意，让皇上下旨侯府嫡女结姻亲。如此一来，你就能名正言顺的立嫡，嫁给摄政王了。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可是假死之事可会影响王爷？霍锦年双手一摊，摇了摇头。假死不仅仅是为了抬你做嫡女，迎你入府，更是要看看我死的消息传出去之后，是否会有暗敌按耐不住。不过这是前朝的事了，你莫要担心。我望着祖母慈祥的脸，盈盈一笑。我就说祖母不可能会为了家族利益牺牲我的，祖母心里就是爱我的。祖母意味深长地笑道：王爷他知道我疼你，这才在前几日将假死的计划告诉了我，怕的就是我严厉阻拦，影响了立嫡一事。王爷待你可是真心的，你莫要再去想那个虚情假意的萧景川。一提到这个名字，我心里就燃起了一股子怒火。祖母放心，负我之人，我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他不是说今晚会去墓地救我，那我便送他份大礼。当晚，我和王爷提前来到了墓地，我命2个小厮在陵外把风，3个小厮来挖土坑，坑成后将事先准备好的棺椁放了进去。我不怀好意地盯着霍锦年。王爷说好陪我演戏，你可准备好了？自然。他笃定道。我指着棺椁，那你躺进去。一语作罢，旁边的几个小厮都吓得跪了下去。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太唐突了，正想致歉，霍锦年就乖乖地躺了进去。霍锦年的贴身侍卫震惊道：王爷你还真躺啊！霍锦年语气淡然：夫人的命令自然要听从，你过来，把盖子盖上，留一个呼吸的小缝隙即可。侍卫盖上盖子后，我笑着嘱咐道：到时候萧景川来了，打开盖子你就继续装死，他震惊着找不到我的时候，你再突然诈尸，吓死他。末了趁他不注意，直接把他关在里面，这个棺椁就当是我送他的礼物了。
林外的小厮气喘吁吁跑过来。王妃，人来了，除了萧景川，还有8个小厮。我招呼大家躲起来，静待鱼儿上钩。萧景川到了棺椁前，先是疑惑发问：这棺椁为何没埋起来？他命令他带来的一个小厮去敲棺椁，看看里面是否还有活人。小厮听话的敲了几敲，摇头回应道：公子，没人应。萧景川忽然露出笑脸，狠狠松了一口气。太好了，真的死了，这样我就能光明正大拿走墓穴里的陪葬了。那我岂不是就发达了？我拳头紧紧攥住，心里恨意更甚。原来他根本就不想救我，他从始至终想的都是拿走棺椁里的陪葬。眼看着他马上打开了棺椁盖子，我小声嘱咐霍锦年的贴身侍卫：一会儿打开了，你先去救王爷。他们一共9个人，王爷肯定对付不过来。侍卫摆了摆手：王妃多虑了，他可是摄政王，在战场上以一敌百，区区9个人根本就不是对手。再说了，一会儿王爷诈尸了，说不定他们还能不能站起来呢？我点了点头。此言在理。话声刚落，就听见萧景川惊叫一声：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沈月河呢？他怎么不在棺椁里？棺椁里的陪葬呢？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只有摄政王一个人。我正在这边偷笑，就看见霍锦年猛然地站了起来。萧景川带来的几个小厮都吓得在地上连滚带爬，背对着霍锦年的萧景川一头雾水。你们这是作甚？其中一个小厮指着他身后，腿抖成了筛子。你身后。萧景川不慢地咂了咂嘴：我身后什么呀？你怎么大惊小怪的？说罢，他就回了头，须臾间，他就吓得瘫软下去，尖叫声都哽咽在了喉咙里，只是用气声尖叫道：滚啊！萧景川带来的8个小厮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出去。旋即，霍锦年冷笑一声：今日是带我王妃送你归天的。我闻言冲了出去：你不能死，我就该死了。若不是王爷假死，今日我可能真的带沈月宁死在这里了。见我来了，萧景川用激动的语气恳求道：月河，你肯定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和王爷说说好话，放我一条生路吧。我推开棺椁盖子，猛地啐了他一口：我呸！老娘今日就是来送你去死的！一不小心夹住了萧景川的手指，痛得他撕心裂肺地吼叫起来：好疼，好疼，我的手！我冷笑一声：你就在这儿好好享受人生的最后几个时辰吧。闻此，他慌了：月河，月河，你别走！挽着霍锦年的手臂就驾车先回了王府。翌日一早，府中祖母派身边的仆妇传来消息：王妃，昨日萧景川去盗墓没回来，回来的只是那8个小厮。可小厮们说，王爷诈尸了，活活吃了萧景川。沈月宁他们不信，怀疑是萧景川拿到了陪葬品直接跑了，给了8个小厮封口费，可他们不确定，又找不到人，今晚决定再次去墓地一探究竟。我抿了口茶，笑道：好啊，我奉陪到底，陪他们好好玩一玩。这晚，我们原班人马再次来到了墓地，事先埋伏在了周围。很快，不远处就传来了交谈声，母亲声音有些颤抖：这也太阴森了，我有点害怕，要不咱们回去吧。沈月宁朝他安抚道：母亲，你怕什么？这人死了就是死了，怎么可能忽然诈尸？父亲语气也有些恐惧：这确实有点阴森啊！你说，万一那些小厮说的是实话怎么办？沈月宁拍了拍胸脯，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：你们胆子也太小了，我看就是那8个小厮拿到了萧景川的封口费，这才乱诌的。放心好了，这世界根本没有鬼，你们实在害怕就躲着，我和小厮来挖。土埋得比较深，那些小厮费了很大力气才看见棺椁。父亲母亲吓得吞了口水，连连后退2步。母亲担忧道：月宁，你别凑那么近，万一那事是真的，摄政王出来第一个不就把你吃了？沈月宁还是一副不知死活的样子。我这就打开盖子，给你们证明一下，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吃人的鬼。他沈月河和摄政王就在棺椁里躺着，不可能会诈尸的。说罢，他招呼小厮：可以开棺椁了。几个小厮想起昨日那几个小厮的话，吓得连连后退。沈月宁翻了个白眼，扑了扑手：一群没用的东西，你们不敢，我就自己来。话音落地，他便费力推开了棺椁，
一瞬间，他吓得脸色煞白。他喘着粗气，看着棺椁里躺着的人，僵在了原地。怎么？母亲在一旁问道：“什么啊？你怎么不继续说了？到底有没有诈尸的摄政王啊？”父亲也忙问：“陪葬品呢？在不在呀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”沈月宁却始终愣在原地，一动不敢动。此时我拉着霍锦年站在了父亲母亲的身后，我伸出手点了点母亲和父亲的背脊。他不耐烦道：“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别碰我！”父亲纳闷道：“这话不该是我说吗？你明知道我胆子也不大，别吓我。”他们两个突然对视一眼，我趁机把头伸了过去。鬼啊！这里有鬼！叫完，两个人便晕厥了过去。所有小厮也吓得四处逃窜。沈月宁头也不回地笑道：“哎呀，你们别玩闹了，快来看看，这棺椁里的人怎么会是萧景川啊？”等了很久都没有声音，他终于回过头来。当对上我和霍锦年的眼睛时，他连叫都没叫出来，直接吓晕了过去。我冷哼一声，还以为胆子真有多大呢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可惜了，我还想再吓吓他呢。霍锦年笑道：“无妨，明日便是三朝回门日，我们还有机会。”我点点头，吩咐小厮把这3个人扔回侯府，随后就回了王府。翌日祖母再次派人来报，说他们3个人都被吓疯了，发了高烧，无论如何都不退。逢人便说自己遇见了鬼。侯府上下被吓得无心做事，都躲在房里不肯出来，生怕我这恶鬼3朝回门日上门讨说法。马车刚停在侯府，我便叩了叩门。小厮颤颤巍巍开门后，又连忙把门关上了。他跑进侯府里，大声呼喊着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鬼真的上门了！大家都不要出来啊！”霍锦年的侍卫一个飞身爬过墙壁，进了侯府，给我们开了门。刚一进门，就看见一片萧瑟，眼前没有一个人。霍锦年赫然而怒道：“胆子还真是大得很！本王携王妃回府，侯府怎的一个人不来迎接，还把本王和王妃拒之门外？”府邸角落里，一个丫鬟怯懦道：“这鬼会说话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别问我，别出声。”另一个丫鬟小声呵斥道。我摇头笑了笑，在府中高声道：“父亲、母亲、嫡姐，你们再不出来，可就是失礼了。”转眼，祖母笑盈盈地走过来了。“月和，你回来了，祖母真是对你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啊。”不知哪个角落里的丫鬟再次出声道：“天啊，当初老夫人那样对二小姐，她会不会报复老夫人啊？”另一个丫鬟也疑惑道：“会不会真的吃人啊？”只见我紧紧抱住了祖母，嘴角挂笑：“我也想您了，今日回来主要是想来看看您的。”祖母对着府中上下人说道：“你们都莫怕，王爷和王妃都没死，他们是人，不是鬼。这事儿老身可以作证。”祖母身边的仆妇也笑着道：“我也能作证。”闻言，母亲、父亲和沈月宁都从各自的房里走出，他们异口同声道：“你们说什么？他们没死？怎么，我们没死，很惊讶吗？”我挑眉道。沈月宁白着一张脸惊讶道：“你不是去结姻亲了吗？怎么还活着？”父亲也摇着头，不可置信：“摄政王不是死了吗？这朝廷中人人皆知啊，怎么会是假的？”霍锦年耸了耸肩：“此乃计谋，若我不这样做，怎能娶到月和？”说完，他扔出一堆信纸砸在父亲身上：“又怎能得知侯爷你背后结党营私，试图污蔑我造反？”父亲吓得跪在地上，连连磕头：“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王爷网开一面，不要上奏折告知皇上。”祖母听后脸色铁青，手中的拐杖一下打在父亲背上：“逆子，你怎能这样做？我是如何教你怀瑾握玉的？你倒好，竟在前朝生出如此事端！”父亲不敢抬头，任着祖母打骂。我让仆妇送祖母回屋休息，随后对他们道：“今日是我们的最后一面，往后便再也见不到了。”沈月宁哼笑一声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得了便宜还卖乖？这王妃之位本该是我这个侯府嫡女的，你现在就还给我！怕是我让出来，你也没这个机会去做。”他气急败坏，
正要出手伤我。侯府上下接旨。全府上下跪成一片后，太监拿出圣旨宣读起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因侯府盗摄政王墓陵，证据确凿，且侯爷沈夜明心怀叵测，污蔑宗室摄政王，同其妻及其女，于即刻前往刑场处以凌迟。钦此。宣读完圣旨后，3个人都吓得冒冷汗。霍锦年笑道：怎么，侯爷这是要抗旨？父亲连滚带爬地接了旨意，一向胆小的母亲也被吓得屁滚尿流。沈月宁倒是癫狂地对我笑起来。你得意个什么劲儿？你不也是侯府的女儿？你也要被凌迟的！此言差矣，王妃可无罪。凭什么？太监一脚踢开他，命令下人道：行了，皇上吩咐了，不可耽误时辰，即刻带走行刑。人被带走后，我耳边就清静了下来。正想着去找祖母讲清楚，却没成想祖母先出来安慰我：这是你父亲罪有应得，是他该受的，这都是报应。月和，你不要难过，祖母只希望你日后能好好的，这就够了。我紧紧握住祖母的手。1年后，我诞下了一对双生子，他们生得好看，甚是受王爷和太妃喜欢。我在王府的地位也稳住了阵脚，不会因为我是罪臣之女就对我另眼看待。皇上也封我为诰命夫人，让左相认我做女儿。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书写，前途漫漫亦灿灿。双生子的周岁宴办得极其隆重，整个京都的达官贵人都来道贺。如今我不仅是左相任下的嫡女，更是皇上亲封的诰命夫人，身份尊贵，再无人敢拿我曾经侯府庶女的出身说事。除了刚刚从边疆立功回京的平阳郡主楚玉，宴席上，楚玉端着酒杯，眼神轻蔑地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冷笑道：摄政王妃还真是好手段，不过是替嫁的庶女，竟然也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只可惜山鸡终究是山鸡，穿上凤袍也掩不住那一身的小家子气。此话一出，原本热闹的宴会厅瞬间安静了下来。众人都知道楚玉郡主从小便倾慕霍锦年，此次回京怕是来者不善。霍锦年面色一沉，正欲发作，我却轻轻按住了他的手背，端起酒杯站起身来，不卑不亢地迎上他的目光。郡主慎言，本妃乃是左相之女，皇上亲封的诰命夫人，也是摄政王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妻子。郡主此番言论，是在质疑皇上的圣意，还是在质疑左相大人的家教？楚玉脸色一僵，显然没料到我敢当众顶撞他。坐在上首的左相大人冷哼一声，将手中的茶盏重重搁在桌上。平阳郡主在外征战多年，怕是忘了这京城的规矩。老夫的女儿还轮不到别人来指手画脚。霍锦年更是连个正眼都没给他，冷冷道：本王的王妃是这世上最好最尊贵的女子，郡主若是不胜酒力，便早些回府歇息，免得在这里失了体统。楚玉被我们3人连番训斥，气得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最终只能咬碎了牙，不甘心地坐了回去。我看着他吃瘪的模样，心中冷笑。当初在侯府那般地狱模式我都熬过来了，还会怕你一个骄纵的郡主？本以为周岁宴上的教训能让楚玉消停些，没成想他却把主意打到了赵太妃的身上。这日，楚玉打着探望太妃的名义，带了许多珍稀药材和几名美貌的西域舞姬来到王府。太妃娘娘，锦年哥哥如今位高权重，府里却只有王妃一人伺候，未免太过冷清。这几名舞姬最善解人意，不如留在府里，也好为王府绵延子嗣。楚玉笑得一脸乖巧，话里话外却都在暗示我不够贤良淑德。我正坐在一旁剥着橘子，闻言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赵太妃逗弄着怀里的双生子，这可是她老人家的心头肉。她瞥了一眼那些花枝招展的舞姬，语气淡淡的开口：郡主有心了，只是我这儿媳是个有福气的，一胎便给王府添了2个大胖小子。王府如今热闹得很，不缺子嗣。再者，锦年这孩子脾气执拗，他认定的事情连皇上都改变不了。当初他为了娶月和，甚至不惜假死设局，你觉得他还能看得上别人？楚玉脸上的笑容彻底挂不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严苛的太妃竟然会如此护着我。就在这时，霍锦年下朝回府，一进门便看到了这一幕。他快步走到我身边，自然地接过我手中剥了一半的橘子，然后冷眼看向楚玉。
本王的后宅不需要外人来操心，把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带走，王府的门槛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楚玉红了眼眶，委屈地喊道：“景年哥哥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！”霍锦年厉声打断他：“本王最后说一次，本王此生为沈月河一妻，你若再敢来王府搬弄是非，休怪本王不念同袍之影。”楚玉被霍锦年的气势吓得倒退了2步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最终带着那些舞姬狼狈地逃离了王府。楚玉的嫉妒心彻底扭曲，既然明着不行，他便开始使暗箭。半个月后，皇家举办春猎，我也换上了一身利落的骑马装，随霍锦年一同前往猎场。选马时，马厩的小厮牵来了一匹极其温顺的白色母马，说是特意为我准备的。我抚摸着马背，敏锐地察觉到马鞍下似乎有一丝不对劲。自从经历了侯府那些算计后，我向来行事谨慎。我装作不经意地低头，仔细查看了马鞍的搭扣，发现那里竟然被人动了手脚，皮带被割断了一半。只要马儿跑起来，稍一用力便会断裂，骑马之人必定会坠马重伤。我眼底闪过一丝寒芒，余光瞥见不远处正暗暗盯着我的楚玉，心中了然。这匹马我不喜欢，换一匹吧。楚玉见状，立刻走上前来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怎么，摄政王妃是嫌弃这马不好，还是根本就不会骑马，怕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啊？”我微微一笑：“郡主既然如此懂马，不如你来替我试试这匹马如何？”楚玉冷哼一声：“是就是，本郡主的骑术，岂是你这种人能比的？”说着，他便翻身跨上了那匹白马，猛地一挥马鞭，马儿吃痛，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。楚玉得意的大喊，试图在众人面前展示他的英姿。然而，就在他想要拉紧缰绳加速的瞬间，那被做过手脚的马鞍搭扣咔嚓一声断裂，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楚玉连人带马鞍直接从飞奔的马背上重重地摔了下来，在地上滚了10几圈才停下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霍锦年迅速走到我身边，将我护在身后，眼神冰冷地看着地上哀嚎的楚玉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语气平静而冷漠：“郡主的骑术果然高超，月河受教了。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想要害人，最终却自食恶果。”伴随着楚玉杀猪般的惨叫，围观的王公贵族和随行太医纷纷围了上来。太医满头大汗地检查了一番，扑通一声跪在皇上面前：“启禀皇上，郡主的右腿腿骨断裂，怕是以后要落下残疾了。”楚玉闻言，惨白的脸上顿时毫无血色，他猛地抬起头：“是他，是沈月河这个贱人，是他在马鞍上做了手脚，他想害死我！皇上，你要为臣女做主啊！”我看着他那副气急败坏、倒打一耙的丑态，忍不住冷笑出声：“郡主莫不是摔坏了脑子？”我居高临下的睨着他：“这匹白马，一开始可是马厩小厮牵来给本妃的。若是本妃要害人，难道是想自己摔断腿不成？再者，刚刚可是郡主你自己非要逞强，主动抢了这匹马，在场的所有人可都看得清清楚楚。”皇上脸色铁青，沉声道：“摄政王妃说的有理，楚玉，你休要胡搅蛮缠。”霍锦年眼神如刀，冷冷地抬了抬手，他的贴身侍卫立刻像拖死狗一样，将刚才那个牵马的小厮拖到了圣驾前。皇上，臣刚刚已查明，这小厮的怀里揣着平阳郡主贴身侍女给的50两黄金。他供认不讳，是郡主指使他割断了王妃的马鞍搭扣，意图让王妃命丧猎场。那小厮吓得连连磕头：“皇上饶命，都是郡主逼奴才干的，奴才一时鬼迷心窍啊！”人证物证俱在，楚玉眼中的嚣张瞬间灰飞烟灭，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恐惧。皇上怒极反笑：“好一个平阳郡主，仗着自己在边疆立了些许微功，竟敢在天子脚下众目睽睽之中谋害摄政王妃，心肠歹毒，简直无法无天！传朕旨意，褫夺楚玉平阳郡主封号，收回兵权，贬为庶人，终生幽禁府邸，非死不得踏出府门半步。”楚玉瘫软在泥地里，彻底绝望地昏死了过去。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这就是他自作聪明的下场。楚玉被废除幽禁后，朝堂上那些原本还想借着他的势力对霍锦年和我指手画脚的老臣们，彻底变成了缩头乌龟。
我这个曾经在侯府被当作弃子，被逼着结姻亲的庶女，如今真正成了这京城中无人敢惹、最尊贵的女人。左相父亲对我是打心眼里的疼爱，他逢人便夸自己认了个天下第一聪慧的女儿，连带着左相府和摄政王府的关系也愈发坚不可摧。后宅没有了糟心事，我便将心思放在了更有意义的地方。我拿出自己这些年积攒的梯级钱，又让霍锦年拨了一块京郊的封地，建立了一座明德女学，专门收留那些因为家道中落或是庶出不受宠的女子，教她们读书识字、算账管家，甚至请了女医教她们医术。女学落成的那一天，霍锦年特意推了朝政，陪我一同站在高高的牌楼下。他从身后紧紧拥住我，下巴搁在我的颈窝处，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月河，你做的这些，比本王在朝堂上运筹帷幄还要了不起。我靠在他宽阔的胸膛上，看着那些女孩们眼中闪烁的希望之光，轻声感叹：我只是不想让这世上的女子再像曾经的我一样，只能任人宰割，命运就该握在自己手里。他握住我的手，与我十指紧扣。我的王妃自然是全天下最通透的奇女子，你想要做什么，本王便倾尽所有为你铺路。这几年里，他信守承诺，王府后院只有我一人，那些试图给他塞通房丫头、美貌姬妾的官员，无一例外都被他冷脸扔出了府门。他给了我这世间男子最难得的专一与偏爱，也彻底抚平了我前20年受过的所有伤痛。光阴荏苒，转眼又过了5年，皇上早已习惯，行事果断，已然是一代明君的风范。霍锦年见朝局彻底稳定，便十分痛快地上交了摄政之权，辞去了摄政王的头衔，只保留了一个清闲的亲王爵位。交权的那天，百官挽留，皇上更是亲自下街相送，眼含热泪。皇上已是真龙腾飞，臣也该回去陪陪王妃，教导一双稚子了。臣这一生，权倾朝野也罢，马革裹尸也罢，如今只想做个闲散富翁，陪爱妻游历名山大川。回到王府，他一把将我打横抱起，兴奋得像个拿到了糖果的少年。月河，以后我每天都能从早到晚陪着你了，咱们明日就出发下江南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离京的马车缓缓驶过繁华的朱雀大街，在经过一处长满荒草的空地时，我不由得掀开了车帘。这里曾经是风光无限的侯府，当年沈月宁、萧景川，还有我那冷血偏心的父亲和伪善的母亲，就是在这里亲手将我绑上花轿，送去给死人结姻亲。他们为了荣华富贵，为了自保，将我当成踏脚石。可如今呢？萧景川被活埋在阴暗的棺椁中，尸骨无存；沈夜明一家因为结党营私，妄图谋害宗室，被尽数凌迟处死。侯府被抄家平地，连块砖瓦都没留下。而我不仅没有死在那口棺材里，反而成了这天下最尊贵、最幸福的女人。在看什么？霍锦年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伸手将我揽入怀中，拉下了车帘。那些脏东西，不值得污了你的眼睛。我转过头，对上他盛满星光的眼眸，释然地笑了。我只是在想，若是那天我没有勇气喝下那杯媚酒，若是那天我屈服于他们的淫威，是不是就没有今日的沈月河了？霍锦年吻了吻我的额头，语气坚定而深情。没有如果，无论前路是刀山火海还是万丈深渊，只要你走向我，我都会稳稳地接住你。车轮滚滚向前，迎着初升的朝阳，驶向了属于我们一家4口的海阔天空。曾经的替嫁庶女，终于彻底挣脱了命运的枷锁。余生漫长，皆是坦途。烟花3月，江南的微风里都透着鼓醉人的暖意。辞去摄政王之位后，霍锦年带着我和2个孩子一路游山玩水，最终在风景秀丽的苏州城定居了下来。我们没有张扬身份，只对外宣称是京城来的富商霍老爷与霍夫人。这日，我在城中看中了一处极好的宅院，名为沁园。里面不仅有江南水乡独有的亭台楼阁，还有一片极大的活水湖，正适合2个精力旺盛的小家伙玩耍。我当即拍板，让管家付了银票，拿下了地契。正当我和霍锦年在园子里商量着如何布置景致时，大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嚣张的喧哗声。这沁园，本小姐早就看上了，是哪个不长眼的，敢抢我的东西？伴随着娇蛮的呵斥声，一个穿着孔雀绿撒花软烟罗裙的年轻女子带着10几个家丁，气焰嚣张地闯了进来。管家上前阻拦，竟被他身后的恶仆一把推开。
我微微蹙眉，冷眼看着这位不速之客。女子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见我衣着素雅，顿时露出了鄙夷的神色。哪里来的乡下土财主，也敢在苏州城跟本小姐抢地盘？她从袖子里掏出一沓银票，轻蔑地甩在我的脚下。听好了，我乃苏州首富李家的嫡女李梦瑶，这园子我要了，这些银子拿去，赶紧滚出苏州城。我看着散落一地的银票，不仅没怒，反而轻笑出声，真是久违了。自从在京城把侯府那些极品收拾干净后，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赶着上来送死的人了。李小姐是吧？我慢条斯理地踩过地上的银票，走到她面前。这秦园的地契，如今写的是我霍家的名字。别说是你这几张破纸，就算你把你李家的金库搬来，我不卖，你也得给我憋着。李梦瑶大概在苏州城横行霸道惯了，还没见过敢这么跟她说话的人，顿时气得柳眉倒竖。贱妇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来人，给我把他们轰出去！谁敢动我夫人一下试试？一道冰冷低沉的男声从身后传来。霍锦年从长廊处缓步走来，他今日穿着一身浅色长服，身姿挺拔，剑眉星目，举手投足间带着久居上位的摄人气场。李梦瑶循声望去，在看清霍锦年容貌的那一刻，他眼中的嚣张瞬间凝固，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惊艳与痴迷。这苏州城虽富庶，却哪里见过霍锦年这般带着铁血英气与绝世容颜的男子。他立刻变了一副面孔，伸手拢了拢鬓角的碎发，娇滴滴地向霍锦年扶了扶身。这位公子，小女子李梦瑶，实在不是小女子无理取闹，只是这亲缘我实在喜欢，公子若是愿意割爱，李家必有重谢。说着，他还故意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转头对霍锦年娇嗔道：公子一表人才，怎的娶了这般粗鄙泼辣的悍妇？若是公子愿意，梦瑶愿自荐枕席，哪怕是做个平妻，也定会将公子伺候得舒舒服服。我差点被气笑了，在京城，连手握重兵的平阳郡主都被霍锦年一脚踹开了，这个地方上的土财主女儿，到底是谁给她的自信？霍锦年走到我身边，极其自然地揽过我的腰，看李梦瑶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堆发臭的垃圾。粗鄙泼辣，就凭你这满身铜臭味的蠢货，也配议论我的夫人？霍锦年冷笑一声，还有，别恶心本老爷，就你这副尊容，连给我夫人提鞋都不配，滚！一个滚字，中气十足，震得李梦瑶连退了2步。她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，顿时恼羞成怒，尖叫道：好，好得很！你们这对外乡来的狗男女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在苏州城得罪了我李家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不能活着走出去！来人，去府衙把我爹和王知府请来，就说有人强占李家的宅子，还意图谋财害命。看着他气急败坏地打发家丁去叫人，我慵懒地靠在霍锦年怀里。夫君，看来咱们这退隐生活的第1天就要见血了。霍锦年宠溺地刮了刮我的鼻子，语气轻松。夫人若是嫌脏了眼，为夫这就让人把他们乱棍打出去。别呀，我笑得意味深长。既然首富和知府都要来，那咱们就好好在苏州城立立规矩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沁园外便传来了一阵整齐划一的脚步声，几十个手持水火棍的衙役将沁园大门团团围住。一个挺着大肚子、穿着官服的中年男人在李首富的簇拥下，鼻孔朝天地迈了进来。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苏州城欺辱李家大小姐？还不快给本官跪下！王知府还没看清人，官威就已经摆了个10成10。李梦瑶有了靠山，立刻跑过去挽住王知府的胳膊，指着我和霍锦年哭诉道：干爹，就是这对刁民，他们不仅伪造地契，抢我的园子，那个刁妇还出手打人，您可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！王知府眯着绿豆眼打量了我们一番，见我们身边只有几个随从，更是有恃无恐。大胆刁民，见到本官还不下跪！来人，把这2个强抢民宅的贼人给我拿下，先打20大板，再押入大牢。衙役们得令，气势汹汹的就要上前拿人。霍锦年连眼皮都没抬，只是随手从腰间解下一块紫金令牌，
漫不经心地扔到了王知府的脚下。王知府好大的官威啊！本老爷今日倒要看看，你这20大板，敢不敢打在当朝摄政王的身上？紫金令牌在青石板上发出一声脆响，王知府先是不屑地瞥了一眼，然而当他看清那令牌上用篆书雕刻的“如朕亲临4个大字，以及代表皇室最尊贵身份的9爪金龙时，他的腿猛地一软，扑通一声，王知府如同被抽去了全身的骨头，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，浑身的肥肉都在剧烈的颤抖。下官苏州知府王显拜见摄政王千岁，拜见王妃娘娘，千岁千岁千岁。此言一出，刚才还嚣张跋扈的李梦瑶和李首富瞬间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僵在原地，脸色惨白如纸。干爹，你认错人了吧？他们怎么可能是……李梦瑶结结巴巴的想要去拉王知府。闭嘴！你这不知死活的蠢货！王知府反手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，直接把李梦瑶扇飞了出去，牙齿都打飞了2颗。我缓步走到瑟瑟发抖的李家人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嘴角流血的李梦瑶。刚才李小姐说要让我不能活着走出苏州城。霍锦年冷酷的声音在院中回荡。李家欺行霸市，勾结官属，意图谋害亲王，传令下去，李家即刻抄家，家产充公。王显知法犯法，剥夺顶戴花翎，押解进京，由3法司会诊。至于这个李梦瑶，霍锦年看了我一眼，我微微一笑。既然李小姐这么喜欢这清源，那就把她发卖进苏州城最低等的勾栏院，让她好好学学怎么伺候人吧。一通干脆利落的处置，让整个沁园彻底清静了下来。江南的威风依旧和煦，而我和霍锦年相视一笑，这平静的退休生活，偶尔加点调料，倒也十分有趣。李家被抄家，王知府被剑车押解进京的消息，如同长了翅膀一般，半日之内便传遍了整个江南。原本还在观望，甚至打算暗中给这外乡富商使绊子的江南乡绅们，此刻全都吓破了胆。沁园的大门外，一连几日都排满了马车，无数名流巨贾捧着奇珍异宝、地契银票，战战兢兢地候在门外，只求能见摄政王一面，好表一表忠心，生怕自己步了李家的后尘。我坐在沁园新建好的水榭里，一边喂着湖里的锦鲤，一边听着管家的禀报。夫人，外头那些人该如何打发？这大乡小乡的，把咱们园子外头的青石板路都给堵死了。管家擦了擦额头的汗，霍锦年正坐在一旁，手里拿着一把精致的刻刀，专心致志地给我雕着一块上好的和田玉佩。闻言，他连头都没抬，只冷冷抛出一句：告诉他们，本王是来江南养老的，不是来听他们阿谀奉承的。半个时辰内，谁若还不带着东西滚出新园那条街，本王就抄了谁的家。管家精神一振，立刻领命而去。不出片刻，门外那些熙熙攘攘的马车便如鸟兽散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夫君这阎王脾气，倒是把江南的权贵们治得服服帖帖。以后咱们在这苏州城，怕是可以横着走了。我看着霍锦年那副冷面煞神却又专注雕花的模样，忍不住轻笑出声。霍锦年吹去玉佩上的玉屑，抬眸看向我，眼中瞬间化为一汪春水。为夫就算没有这块令牌，也定能让夫人在江南横着走。这沁园彻底清静了，以后再无人敢来扫你的兴。说着，他将那枚雕刻着并蒂莲的玉佩亲手系在了我的腰间，温热的指腹轻轻拂过我的脸颊。江南好风景，唯有这并蒂莲最配我的月和。我抚摸着玉佩上细腻的纹路，靠近他宽阔的怀抱中，只觉这10里春风都不及他眼底的深情。在沁园的日子过得如流水般安逸且飞快，转眼间我们在江南已经隐居了5年。我们的一对双生子，哥哥叫霍允，弟弟叫霍成，如今都已经长成了半大的少年。哥哥霍允继承了霍锦年的武学天赋与排兵布阵的头脑，整日在园子里挥舞长枪，嚷嚷着将来要回京城做大将军，替皇上守卫江山。将来我要回京城做大将军，替皇上守卫江山。弟弟霍成则完美遗传了我的心思细腻，他打理起我在江南置办的各项产业来得心应手，小小年纪便已经是苏州商会里人人称赞的小财神了。这日傍晚，夕阳将沁园的湖面染成了一片碎金，我与霍锦年泛舟湖上，
两个皮猴子则在岸边为了谁今天能吃到最后一块桂花糕而斗嘴。我听着岸边传来的嬉闹声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这两个孩子真是一刻都不让人省心。你看看他们，哪里有半点皇亲国戚的稳重样子？霍景年却不以为意，他摇着船橹，将小舟停在湖心的一片荷花丛中。稳重是给外人看的，在自己家里自然是怎么痛快怎么来。我霍景年的儿子，只要品行端正，不欺压百姓，便是把这江南的天捅个窟窿，为夫也替他们兜着。他放下船橹，走到船头挨着我坐下，将一件披风披在我的肩上，顺势将我拥入怀中。月河，这5年的江南生活，你可还喜欢？他的下巴轻轻抵着我的发顶，声音在微风中显得格外低沉温柔。我闭上眼睛，感受着鼻尖萦绕的荷香与他身上的沉水香。喜欢，没有朝堂的尔虞我诈，没有后宅的明枪暗箭，每天醒来都能看到你和孩子们。这样的日子，是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。他轻笑一声，吻了吻我的额角。以后不敢想的日子还有很多，等这2个臭小子再大些，能自己顶门立户了，我就把产业和这亲缘都扔给他们，带你去塞北看大漠孤烟，去岭南吃最新鲜的荔枝。入秋时节，沁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。当朝年轻的皇帝借着微服私访的名义，只带了2个贴身侍卫，悄无声息地敲开了沁园的后门。皇叔，少寿！当年的小皇帝如今已经褪去了青涩，长成了一位威严与仁德并重的帝王，但在我们面前，他依旧像个寻常百姓家的晚辈一样，眼中满是如沐之情。我们在后院的凉亭里摆了一桌简单的家常菜，皇帝吃着我亲手做的松鼠桂鱼，赞不绝口。还是婶婶的手艺好，御膳房那些山珍海味，吃多了反倒觉得没滋味。侄儿这次南下，看到江南水乡富庶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这都多亏了皇叔当年为朝廷打下的坚实底子。江山是陛下的江山，能有今日的盛世，是陛下勤政爱民之功。臣不过是尽了绵薄之力罢了。如今臣只是个寻常的江南富翁，陛下就莫要再提当年的功绩了。皇上笑着点头，随后从袖中拿出一道没有盖玉玺的密旨，推到我们面前。皇叔、婶婶，这是朕给雨儿和程儿留的，只要他们日后想入朝为官，或是想在这江南经商，大梁的天下永远有霍家的一席之地。这是朕对皇叔和婶婶的承诺。这顿家宴吃得宾主尽欢，皇上的到访与承诺，为我们一家在江南的隐居生活，加上了最后一道最坚固的护身符。夜深人静，送走皇上后，我与霍景年携手走在沁园的九曲桥上。一轮明月高悬天际，清冷的月光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近，最终融为一体。我回想起多年前在侯府那间逼仄的柴房里，被逼着换上死人的喜服时的绝望与不甘。若是那时我认了命，这世间便只会多一具陪葬的枯骨。好在我遇见了他，也成全了自己。夫君，我停下脚步，仰头看着他。得夫如此，月河此生无憾。霍景年深深地凝视着我，眼中倒映着漫天星辰，随后低下头，给了我一个缱绻而绵长的吻。得妻如此，也是景年3生有幸。春风化雨，繁花似锦，这才是独属于我沈月河最圆满最灿烂的一生。